黑影 TV 的观众小伙伴们，大家好！2025年的倒数第2天，在咖啡厅来清晨的热咖啡。今天我们来2025年黑影 TV 的年终总结。我们是一个跑步自媒体频道，所以一切都离不开跑步。我统计了一下数据，截止到今天，因为明天还有一天的训练，今年一共跑了5162公里。总运动时长457小时19分钟，运动次数593次，这593次包含力量训练。累计爬升18854米，一年的累计爬升2个多珠穆朗玛峰，对不对？还是可以的，所以每天跑都很累。刚刚是我这一年的运动成果，我们再来看看作为一个跑步自媒体，我们在自媒体上的表现数据。黑影 TV 在哔哩哔哩截止到现在，总共的订阅人数是74087人，累计的播放量是21,213,064，累计的评论数是184129，弹幕数是205704，累计的点赞是1073820，分享38470，收藏101951，累计获得的投币391921，这是我们的哔哩哔哩。在 YouTube， 我们截止到现在有19146位订阅用户，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看看，自始至终，从有这个频道到现在，在 YouTube 我们有328.2万的播放量和42.5万的播放小时。如果限制到今年我们一年获得了126万次的播放和18.8万小时的播放，增加了3530位订阅用户。另外，在今年的年初，我开始慢慢发小红书，其实起源也是机缘巧合，但是无锡之后，我开始很认真的在做小红书的账号。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有9369位订阅用户，获得了6.1万次赞与收藏。虽然这个成果和大 V 们完全比不了，但是有各位的陪伴和喜爱，是这个频道能够做到现在最大的动力。热咖啡敬大家。好，那我们就说说今年的这些事儿吧。今年对我来说是很不一样的一年。首先，在今年年初，在大阪的半马和全马，我创造了2个，可能一个想到过，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好成绩。想到过的是全马，我终于把240破了，23840，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其实是在预期之内。最不在预期之内的是那场半马，74分20，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把半程马拉松跑进75分钟，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和一个就好像有东西敲了我一下，告诉我说你还行，你可以，你还不差，你还挺快的。这个是今年我最大的一个收获的一场比赛，就在今年初间隔1个月之间的2场比赛。在之后，今年对我来说也是不一样的一年，这几年四处跑。从2018年去新加坡闯荡，到2019年年底回来，紧接着呢就是这几年没有什么比赛，之后呢又来到大阪闯荡，反反复复，在国内参赛的机会就非常少。但是今年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意愿，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我们的自媒体，我们的黑影 TV 在各位的陪伴下越做越好。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参加很多比赛，今年我的比赛很多，在国内的比赛也很多。今年第一场在国内的比赛是无锡马拉松，那一场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突然发现有这么多这么快这么强的小伙伴，我突然发现几年前我觉得特别好的组织的这场无锡马拉松，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好。所以也许明年吧，无锡或者武汉又是我开年的第一场国内的马拉松之一。这场无锡马拉松给我带来了好多收获。我的年终总结的节目不会回避一些数据或者是事情，
无锡马拉松，我有幸认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新朋友，我们结识了麦盛的朋友，第一次在线下见到了会长，我们在一起跑了早餐跑，还拍了一段视频。特别荣幸的是，会长拿着我的Insta40的那个 S Pro 2拍了我一段，好开心的一次回忆。而且在那次上呢，我结识了一些很有名的品牌的小伙伴们，有幸能够在今年评测了更多的设备。今年我们在年终的时候，很荣幸的能够评测了佳明的 Forerunner 970和 HRM 600。对那个步速损失百分比的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依然觉得这个数据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跑步动态数据。同时在年底我们拿到了韶音的波士顿版本的Open Run Pro 2。最早开始接触韶音的品牌是当时有机会做了一个 Open Run Air 的评测，那个还是当时很初级的一个产品，甚至它都不能连韶音的 APP 更新固件。到现在 Open Run Pro，特别好的体验，不管是从音质上、佩戴体验上，而且那款波士顿那款限量款能够拿到，我非常的开心。而且现在看到在各个马拉松博览会上，韶音的展台有那么多不一样的耳机，有像耳环一样的，有像那种游泳的，我觉得看着一个品牌的产品在迭代、在变化，对我这种对电子产品毫无抵抗力的人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之后今年我们评测过的最多的产品的2个品牌，一个是影石，一个是高驰。影石来说，从去年的那个 X4， 我们从大阪跑到京都，到今年的 X5， 到今年的 S Pro 2，不对，去年的 S Pro 2， 从去年的 S Pro 2到今年的 Go Ultra。我记得影石上市的时候，他们老板胸前贴的那个就是 Go Ultra， 那时候还没有公布，大家还都不知道。拿到 Go Ultra 以后，现在大家看到每天，尤其是到冬天，我可以在户外拍摄了，在天黑的时候也不会是像以前那样那么的差的成像效果了。确实是一个挺不错的相机，它陪着我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我们的富士登山竞走。之后就是今年的高驰，今年我们有幸评测了Nomad， 还有Apex 4，还有佩兹4。我觉得今年对于高驰来说是丰收的一年吧，对我来说也是。前2天大破节带着 Nomad 去参加瓦伦西亚马拉松，1秒打破了日本的马拉松记录，其实差不多就等于是亚洲纪录，因为现在真实的亚洲纪录是一位规划选手，那就是说黄种人的记录吧，给了我们很大的振奋。虽然 Nomad 不是一款定位路跑和马拉松的手表，但是有那种旷野气息，他挺喜欢的。Apex 4，我们一起跑到了电川河边，感受了一次和家属一起算是远足或者秋游的小体验。那篇节目出来以后，高驰小伙伴也说，这个体验特别好，不一定很极限，不一定去熊野古道、去富士山或者去特别厉害的越野，而这种平淡中的一些小的，比方说打点记录，这儿有一个景点，这儿有一个不错的小沙滩等等，这种小体会也给了人不一样的感觉。紧接着就是佩兹4，佩兹4应该是一个重磅的产品。刚拿到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高驰的用心和有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所以一开始呢，还有一些小 bug 固件的小问题，但是我们用了3天的时间，从反馈到解决，到给我推单独的更新固件，到全员的媒体固件的更新，全部更新完以后已经是北马前的下午了，前一天的下午了。之后他就陪着我完成了一个2小时38的北京马拉松，是我历史上的第2好成绩。说完电子设备，紧接着就是今年我穿过的鞋。今年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3双鞋，一双是阿迪的 Pro 4，其实不是今年第一次穿，但是因为去年我买那个手帕出了些问题，后来一直没有穿，直到今年阿迪的小伙伴们给了我一个再次试穿 Pro 4的机会。我今年穿到了2双 Pro 4，到现在为止都还很不错，没有出现一开始首批货的问题。同时今年的北马穿了北马的限定配色，跑在我的故乡北京的熟悉的马路上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这个感觉可能都不太能言传，也许只能办议会吧。另外就是昂跑，
昂跑今年接触了它的2双慢跑鞋和1双竞速鞋，那双竞速鞋给我带来的印象非常深刻，有那种很弹很有力的感觉。我的上海10公里精英赛，对，上海10公里精英赛一场难忘的比赛哦，就是穿着它跑出了34分58的成绩，很荣幸能够进到前200名，可以在明年的上海半马继续征战。之后就是李宁，在年底大破节在瓦伦西亚的马拉松上，穿着飞电6E跑出了亚洲的，不是亚洲的，我老爱说亚洲的，跑出了日本的新纪录。接着我穿着飞电6E背靠背完成了背靠背完成了3场比赛。第一场就是大破节打破世界纪录那一天的上午，我的第一场高校100英里，我最后一棒，媒体战队的最后一棒，16公里平均配速3分37，飞电6E第一次上奖。紧接着第2周的周末，我们来到了富士山边河口湖畔，去参加富士山马拉松。那天的天气非常差，并没有拍出好看的照片，没有看到特别好看的富士山的风景。但是呢，是一场寒冷的雨战，险些失温，上下坡很多，孤独的山路。那一场李宁的飞电6E陪我2小时50完赛，在那一场里能跑到2小时50，我是很满意的。紧接着的下一个周末，就是上一个周末，又去了台北马拉松。台北马拉松本来想着背靠背的第3场是不是就稍微缓一缓呢？但是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又跑得很快，最后飞电6E陪着我2小时42，全场第66名完赛，并且被很多媒体拍到。一个媒体还公布了这场比赛前100名每个人的鞋，他就拍了脚的特写，其中的一双第66名唯一的一双李宁就是我，特别的荣幸和开心。跑步的服装方面，今年内道的硬骨头，内道的狠角色，轻功，还有菲比特，我们还做了我的频道第1款联名的背心儿，卖得非常好，在很多比赛上都能看到小伙伴们穿着，特别的感谢，特别的受宠若惊。今年还有幸去参加了轻功创始店的开业的活动，现场近距离的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产品和设计研发的一些景象，也认识了一些在轻功的新朋友，见到了一些老朋友，一起在武汉东湖跑出了那个新的形状，这些我都历历在目。同时有一张照片，我们戴着那个发光的手环，我这样的动作，摄影师照出来以后特别的好看。看到那种照片，我会觉得我还没有很老，还有机会。这些可能有的有说到的，有的有遗漏的。总之这一年是评测、活动加比赛穿插的一年。今年其实跑了很多的比赛，全马有大阪、琵琶湖、无锡、神户，台北、富士山、北京，函馆，对，现在数出来有8场，不知道还有没有遗忘了，可能没有了。这几场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可能只有琵琶湖是比较平平无奇，其他的大阪 PB240破，无锡特别棒的赛会，特别高水平的体验。之后函馆热，上坡艰难，挑战年龄组前3差1名失败，就是差了10几秒，特别的遗憾。之后神户2次挑战神户，虽然改了赛道，但是还是跑得很一般。不过在那一次的神户马拉松上，我找到了那种有些收放自如的感觉。之后富士山极限天气的一场马拉松，然后是台北跑出了一个意外的好成绩。最后压轴的，我觉得虽然时间上不是压轴的，但是在我心里的含金量是压轴的，就是北京。回到故乡，我生命中的第40年。40年前我在北京诞生，前30多年在北京长大，在北京上学，在北京工作，在北京赚钱，在北京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候，经历过一些工作的不顺，各种的难关。后来一切慢慢变好，在北京也慢慢的觉得过得还不错，然后又四处闯荡，跑马拉松跑到比较好的成绩。我记得那时候顶着北京的雾霾，后来是每天的凌晨北京的寒风，到现在有一个好成绩，再回到北京去比赛。在北马我用了2块
电池3个相机，拍摄了好长好长的素材。在这个情况下，我跑出了23858的成绩，最后还能冲刺。然后在北马见到了好多好朋友，也认识了好多新朋友，特别的难忘的一次经历，真心的是一场难忘的经历。我小的时候住在东三环，当时离国贸的最早那个大厦1公里。我从来没有想过，生命中的有一天可以在国贸的地下商场，在无意中找地方吃早饭的时候，能够被频道的观众认出，并且一起合影。我觉得这些都是跑步和做频道、做自媒体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无论这个体验在有的人的性格里看起来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我喜欢这所有不一样的东西。另外就是有点不一样的体验，今年我们完成了一次富士登山竞走，就是跑，在这边就是从河口湖的一所富士急那个一所，就是镇中心吧，一路冲上富士山。它的全程是冲到富士山顶，半程是冲到我参加今年这个半程1500米的爬升，冲到五合目，冲到半山腰。之所以参加半程，是因为想参加全程必须得有半程的参赛成绩，所以为了明年能够参加全程，所以这也是我今年为了一个小成就奠定基础的一年吧。因为这边有一个小成就，100公里10小时以内，富士山登山竞走，关门时间内完赛。关门时间很难的，4个半小时，而且是从底下的城镇的中心还先跑几公里到山脚下，一路冲上去，一共4个半小时。去过富士山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应该是很难的，爬升3000米，直线距离是16公里，还有一个马拉松破3，在1年内完成，我就能达成一个小成就。所以这也是我为了明年我们年终总结的时候，我可以说出这个成就我实现了，而今年做的一些准备和努力。之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训练营，线上训练营在今年年末开营了第1期，这是我的一个新的尝试。我为这个训练营可能纠结并且准备了1年多，终于下定决心，找对了，也不能说找对了，找到了一个方法，我们开始了。我们在明年看看这个训练营种下的种子能够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最后就是自媒体在这1年里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收益，是要比去年多一些，但是和大 V 们比9牛1毛。不过呢，可以填补我本身工作上收入的减少。确实在这1-2年工作的收入是锐减的，差不多又和以前打平了，可能还稍微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跑步和自媒体给了我一条不一样的路，同时告诉我人的一生可以有好多不一样的路，不一定一条路你走得很顺，走得很好，突然出现一些问题，未来就是死路，不一定。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路，但是不能放弃寻找。这些都是好的，也有一些可能不是太开心的经历和事情在这1年中。有时候因为一个快递的物流耽误了档期，有的时候呢因为一个失误造成，比方说我发布的节目突然发现这块有剪辑失误，或者是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不顺利，比方说神户马拉松之后一段时间，神户马拉松的节目的流量非常差。其实我觉得拍的比去年好，比赛比去年努力，只不过做自媒体，只要你在公众面前说话，你就要承担一些各种环境带来的临时的不能说风险，临时的变化吧。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努力跑步，努力把相关的内容做好，我觉得早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还有一些今年遇到的困境，就是大多数都是生活上的事情了。没有人的生活工作是一帆风顺的，就像我说，你看工作收入的锐减，肯定伴随着工作的不容易，各种的变化，各种的会，各种的商量，各种的调整，各种的缩减，这些都是要面对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我很少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另外就是今年我们直播做的还不错，一直都坚持下来了，而且还尝试了。对，刚才忘说了，今年我们第1次尝试了一次比赛直播，
高效100英里的直播，虽然还有些欠缺，所以我那天看那个10公里，吴浩然他也是胸前带着一个，他那个是个应该也是个 action， 因为目前只有那个 action可以推随意的流，那他那个为什么那么稳呢？设置也是没错的，而且我那天那个不是老的版本，是5 Pro， 所以有知道的小伙伴们可以评论弹幕跟我分享一下。在这一次让我有好多收获，第一次见识了专业的导播，第一次知道这个推流直播，他们这种现场直播切这种推流他们是怎么弄的，然后各种包括尝试了这个移动的 WiFi 等等。说到这儿说了好多了，我这块1个T 的硬盘都要录满了。我们现在是在用 iPhone 17 Pro 录 ProRes RAW 的格式，然后我再调整再剪辑。我希望这一期的画面能够非常好看的呈现给大家。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看画面的节目。再敬大家一口咖啡。2025年就要过去了，我一般不会很怀念某一年，我只是说继往开来。一年中有收获，有教训，有经验，有开心，有难过，有各种吧，有奋斗，有拼搏。但是今年我好像还没有过放弃，我好像每年都很少有放弃，偶尔会有，那就是我很不容易的一年。这一年我相信我会记住它，我也希望陪伴了我们频道这一年的小伙伴们，能够在未来某一天的某一闪的一下。闪过我们在今年在一起的某一期节目，这就是我莫大的荣幸啊！我们期待2026，我准备了好多计划，也计划了好多的比赛，期待我们在2026可以在某一场比赛、某一次早餐跑、某一个熟悉或者陌生的城市，或者是街道、公园等等，我们可以有机会能一起晨跑。希望陪伴了我们从2018年底到现在的这些每一年的小伙伴们，可以在2026的时候继续陪伴我们，或者时不时的回来看一眼。最后，在2025年的年末，在街角的一个咖啡厅里，再次祝您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2026，明年再见。